上海至淮南装修篇。话不多说，这是上海搬家到淮南定居1周年的第2集，搬家篇在第1集。由于种类较多，所以我做了一个简单易懂的表格，放在屏幕上挨个解说。首先是淮南买房，这里一共有3个支出，购房费是10.5万，看房时间是2024年10月，从看房到买房一共花了16日。看房地点主要集中在田家庵区的东城市场附近的老城区，并没有去潘集和八公山，考虑到郊区实在太偏了，而且离火车站都很远，所以就直接 pass。淮南中介带看房一般就骑一辆电瓶车，只能带1人，2个人看房的话很不方便。像我们约了4个中介，只有1个女中介是开汽车的。所看房源基本都跟他们发在抖音上的视频相差无几，到现场主要就是感受下具体的空间大小以及房子是否潮湿漏水等等。房子看中以后，淮南中介这边讲价还是挺给力的，比如最低价刚刚降到9万的房子，当时我们也想买，结果第2天中介已经帮一口价的买家降到7万，然后人家直接买走。接着是4000块的税费，淮南的过户费用一般由买家全付，总内大致分为契税、个税、土地划拨费、土地出让金、维修基金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并不是全都要你付，因为有的房子只有2种税，有的房子有4种，像我们买的房子就有4种税，一共分4次支付，每次付款1011元，总税款合计4044元，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，但只能从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，账户余额和钱包是不行的。最后是3000块的中介费，之前问过本地的一个拆旧公司，他说如果本地人买房的话，大概只要付1500到2000块的中介费就行，3000块是比较高的价格。不过我们找的中介还是很能干的，每次推的房源都非常契合我们的要求，很少说废话，交谈之间也很愉快。虽然收费偏贵但只有他找的房源是性价比最高的。之前有看过崇明那期的小伙伴应该记得，那个岛上的中介虽然只收2000块，但我想多看几套房，多提点要求，人家就很不耐烦，第2天甚至直接不带看了，还是我们自己找的3轮车去看房。简单介绍了一下淮南买房，下面就是硬装部分。因为翻新除味没办法上厕所，就去附近租房，280元1个月，应该是东城市场里最便宜的房子。在平台上直接联系的房东，付了租金和100元押金。至于环境和设施呢，就一塌糊涂，只能上厕所，洗澡还要自己烧水，也没有床垫，所以每天晚上我们还是回到自己买的房子里睡觉。燃气表1位，大约移了50公分，收费300元。这里提醒最好提前1个月去淮南燃气公司申请。地面保护就是把搬家的纸箱拆开贴在地砖上，最好多铺几层1层很快就烂掉了。然后就是硬装项的第1个大头，砸墙清旧，一共2400元。主要的活儿就是把厨卫不到10平方的地方给砸成毛坯状态，开一个新门洞，再把入户门的85扩成95。我们找师傅的渠道一共有3种，楼道里的小广告，安装家电的本地师傅推荐，卖房的原房东推荐。这里我们选择的是第3种，房东推荐的师傅收费不高，1天就把活干完，但质量呢略显粗糙，地上墙上有些边角没有打得很干净，不过好在并不会影响吊顶和贴砖，而且后面的开槽师傅帮着补救一下，所以呢就没有深究。接着到硬装项目的第2个大头，重改水电，总花销3575元。这部分收费很杂，主要分为别人干的活儿和自己干的活儿。别人干的指的是师傅们的人工费和改下水的费用，3者加在一起花了2500元。这里我觉得比较专业的只有打孔师傅，其他人的水平参差不齐，满分5星我只能这样打分。自
自己干的活儿，比如设计、安装水管、铺设电线、安装电荷，这部分全都是我老公一人完成，所以仅出了个材料钱1075元。最后是硬装项的第3个大头，买砖贴砖，总花销7800元，其中贴砖人工4000元，厨卫砖钱1770元，辅助耗材1660元。瓦工是整个硬装工程里唯一还算靠谱的，毕竟它的工时最长，收费最高，大部分硬装收尾的活也都是瓦工做的，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提出来他会改，这点倒是挺好的。瓦工人工费分为2点，3800元是厨卫瓷砖全贴、倒角、贴门框、回形地漏等等，200元是另外的工费。厕所防水我们采用的是防水涂料加堵漏宝的组合，另收了100工费。然后就是阳台贴窗台时和多贴了厨卫以外的一些地方，另收了100元。这里呢，我们请的这个瓦工工费偏低，之前问了一圈，基本上报价都在4200元到5000元左右。这个瓦工也是前房东帮忙找人推荐的，由此可见，如果是淮南本地人装修，收费的确会比市面上便宜个10%，中介费也有可能会更便宜30%。关于厨卫的瓷砖采购，我们是在淮南永安建材市场买的，去了好几家店都挑不出喜欢的地砖，就随便选了2家。墙砖是红色坯料的泡水砖，地砖是仿古砖和全瓷砖，均价5到10块钱一片，当天早上买，中午就能送到。其实价格跟我线上看中的瓷砖差不多，但说实话，没有线上同等价位的广东砖质量好。记得2017年我们装修上海的房子，淘宝买的玻化墙砖8块钱一片，质量特别好，虽然要多出500元的货运邮费，但同样质量的砖实体店只会更贵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花色线下都没有，可选择性太小。反正以后我都准备在网上买砖，因为线下唯一的优势只剩当天送货了。3个大项讲完了，只剩2个小项，窗户和厨卫吊顶。我们订了厨房和客厅的2扇窗户，面积3.2个平方，普通的钢化玻璃，总价是830元，另外的350元是阳台支撑梁的价格。我们阳台的遮光棚有点下沉，打根铁梁固定一下。厨卫吊顶是拖到11月才吊好的，价格在60块到70块1平米，纯白铝扣板，常规厚度0.6毫米，2间屋子吊好，一共花了930元。最后再说下定制橱柜的花销，虽然我认为橱柜应该算软装，吊柜2.6米，下柜4.2米，含10英尺台面和3个抽屉，抹零后的价格是4000元。这个木工师傅也是前房东推荐的，同样板材，同样尺寸，我们去橱柜市场里能找到最优惠的报价是4400元，不含抽屉。当时我和老公差点就准备订那家的橱柜，没想到居然能找到木工师傅来做，而且价格上实打实的，直接便宜500块。结合上文我说的正正好好便宜10%。最重要的是，木工师傅做的橱柜，还有他合作的做10英尺台面的师傅，2个人都很专业，水平达标，做事认真，物美价优，能满足这3点的师傅在淮南真的少之又少。好，以上就是整个淮南买房以及硬装部分的经验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，这样我在更新生活片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哦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现在新疆炸猪排，那锅里还在炸。那这里呢是炸好的。